美国智库眼中的中俄军事关系。中国实力的强大会带来什么后果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美国智库 CSIS 近日发表文章称，虽然中国与俄罗斯有着没有上限的战略互信关系，双方的军事合作也非常深，但是随着中国军力的崛起，双方在军火出口领域的竞争可以成为西方分化中俄的楔子。这个智库认为，随着中国在全球军火工业中的进步和与俄罗斯的竞争，军售可能会成为这两个大国关系中不太重要的领域，甚至呢会成为争论的焦点。俄罗斯对华军售的相对下降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对外国制造的装备的依赖减少。近些年来不断增长的国防开支和国防工业现代化的努力，使中国越来越有能力生产自己的先进战斗机、海军舰艇和其他的地面装备。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是，俄罗斯连最后的航空发动机出口市场也在失去。中国国产的涡扇10C 发动机正在应用于歼20隐身战斗机，而 FC-31隐身战斗机的新改型很可能配装了中国生产的涡扇13E 发动机。在接下来的10年中，预计这两款飞机都将陆续配备涡扇15和涡扇19，性能全面超越俄制的发动机。中国还计划逐步淘汰为运20和轰6K 轰炸机提供动力的俄罗斯研发的德30 KP-2 发动机，并用中国的涡扇20或涡扇18发动机取而代之。中国上一次从俄罗斯购买军事装备是在2019年的2架米17订单。与早些年中国在1年内下达10几个订单的情况相去甚远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中国努力在全球军火市场上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，必然会抢占俄罗斯武器的传统市场。俄罗斯在全球军火市场的地位已经在急剧下降。2021年，俄罗斯武器出口占全球总量的11%，较2020年32%的高位急剧下降。从长远来看，随着发展中国家希望使其供应商多样化，而不仅仅是俄罗斯的军品，中国就有可能会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武器供应商。同样的变化还来自于中俄联合军演领域。联合军演为解放军提供了无数好处，例如作战经验和发出的威胁信号。中国的军事战略学2020年版指出，演习不仅向对手展示了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，而且还引起了怀疑，使他们对我们的意图感到不确定。所以，当解放军的实力越来越强大时，俄罗斯军队也会感受到压力。比如，在2021年的一次演习中，超过80%的中国装备是新的，包括解放军的空警500预警机、歼20隐身战斗机、歼16重型战斗机、运20战略运输机和用于监视和作战的无人机。这些演习让俄罗斯了解到了一些中国最先进的系统，也让俄方认识到了差距。美国的中国分析人士越来越强调，中国的军事能力正在赶上或超过俄罗斯。比如，中国的合成旅在武器装备方面已经超过了俄罗斯同行，而俄罗斯的营级战术单位只适合乌克兰东部的那种战场，在高强度的战场上，他们很容易被击败。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和俄罗斯的停滞，联合军演对中国的吸引力将会越来越弱。西方正在观察中俄两军会不会降低联合军演的规模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西方所说的中俄军事关系中的楔子到底存在吗？还真的有可能存在，但是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。在俄乌冲突持续的情况下，
中国今年仍然参加了俄罗斯组织的战略级别的演习，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美国和北约越是打压俄罗斯，美方越是在台海问题上进行挑衅，那么中俄军事关系可能就会变得愈加紧密。但是，两国又不会结盟，同时与中俄抗衡，这是美国的外交战略死结。当然，中俄也要慢慢适应对方力量的变化，调整好心态，避免被西方所离间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